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三强争霸，肖战、于和伟、胡歌，谁配得上2026白玉兰视帝？在国产电视剧的荣誉体系中，白玉兰奖始终占据着极高的行业地位。作为衡量演员表演实力与作品质量的重要标尺，每一届最佳男主角的归属，往往不仅关乎个人荣誉，更折射出当年影视创作的审美取向与行业风向。随着第31届评选周期的推进，今年的视帝之争也逐渐浮出水面。肖战、胡歌与于和伟三人形成的三强争霸格局，无疑成为最受关注的焦点。这场竞争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，在于三位候选人几乎分别代表了当下国产剧男演员的三种典型路径：成熟稳健、持续进阶的品质剧代表胡歌，以现象级作品实现突破的流量转型者肖战，以及在正剧领域早已建立权威的殿堂级戏骨于和伟。三种路径交汇于同一奖项之下，使得今年的评选不仅是对表演的评判，更像是一场关于价值取向的选择。首先来看胡歌。胡歌的名字与白玉兰奖的渊源颇深。10年前，他凭借《琅琊榜》中的梅长苏一角，首次捧起视帝奖杯，成功转型。几年后，他又在县委大院中塑造了一个深入人心的基层干部形象，再度封神。在不少观众心中，胡歌早已是品质剧的代名词。今年，他带着环保题材剧《生命树》归来，在剧中饰演高原守护者多杰。为了贴近角色，他主动晒黑皮肤，让嘴唇干裂起皮，力求真实。这个角色并非虚构，其原型是环保英雄杰桑·索南达杰。胡歌的表演被评价为将角色的韧劲演进了骨子里。然而，他的冲关之路布满荆棘。白玉兰奖举办至今，从未有过男演员能3次获得最佳男主角奖。评委们是否会愿意打破这个三封魔咒，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。此外，也有观点认为《生命树》是一部精彩的群像戏。胡歌虽然是灵魂人物，但戏份比重可能不如传统意义上的大男主，这在评奖中或许会吃亏。如果说胡歌是许多人心中的白月光，那么肖战无疑是本届最具冲击力的黑马。长期以来，顶流是肖战身上最显著的标签，但《藏海传》中的藏海一角，让他完成了令人惊艳的突破。这个角色不再是简单的古装偶像，而是一个背负血海深仇，在仇人眼皮底下隐忍求生的复杂人物。肖战为这个角色下了苦功，他精心打磨眼神戏，在皇陵重生那场戏中，仅凭一个弯腰驼背的体态转变，就传递出角色巨大的悲苦。看到亲人遗骸时，他没有选择仰天长啸，而是用眼神的震颤来表现极致的悲痛。这种剪法式表演获得了观众的认可。惊人的是作品的影响力，《藏海传》不仅是2025年的年度爆款，创下央视8套近5年的古装剧收视纪录，其版权更远销全球超过190个国家和地区，成为文化输出的典范。肖战也凭借此剧，在 SMG 电视剧品质盛典上斩获最年轻视帝的荣誉。然而，他面前横亘着一座名为题材偏见的大山。白玉兰奖近13年来的视帝得主，几乎全部来自现实题材作品。古装剧仅在2013年由胡歌的《琅琊榜》破例一次。评委们是继续坚守现实主义的金标准，还是愿意为这部现象级的古装剧破例，将是决定肖战命运的关键。在于和伟这里，你几乎找不到表演上的短板。他在《沉默的荣耀》中饰演的吴石将军，是一位在隐秘战线战斗的英雄。这个角色表面上是国民政府的高官，儒雅沉着，实则每时每刻都踩在生死线上。
于和伟的表演已入画境，全剧没有一场声嘶力竭的哭喊戏，所有情绪都极度克制，却充满了张力。那句出圈的台词若一去不回，便一去不回，被他用聊家常般的轻描淡写说出来，反而让观众感受到了革命者视死如归的决绝。这部剧题材正统，是典型的现实主义谍战剧，完全踩中了白玉兰奖历来的审美点。于和伟本人更是奖项的宠儿，他此前已凭《觉醒年代》拿过白玉兰视帝，是3大奖满贯得主。此次参赛，他几乎包揽了所有重要的前哨奖，如 CMG 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视帝，被主流媒体和业界广泛认可。从任何角度看，于和伟都是最稳的那一个。他若获奖，将是顺理成章的二封。唯一的变数或许在于，评委们是否会考虑奖项的平衡与激励效应，将机会留给更需要肯定的新生力量。这场3强争霸的背后，是白玉兰奖评委们每年都要面对的经典命题：是奖励功成名就的殿堂级表演，还是鼓励锐意突破的年轻力量？是坚守现实主义的传统阵地，还是拥抱市场与口碑俱佳的新类型？除了这3位焦点人物，战局中还有其他不容小觑的竞争者。例如，一人携《太平年》和《冬去春来》2部剧入围的白宇，展现了年轻演员中罕见的演技厚度与可塑性。凭借生活流喜剧老舅获得极高国民度的郭京飞，其松弛自然的表演也拥有强大的观众基础。他们的存在，让最终的提名名单和获奖结果充满了更多可能性。观众的投票热情与专业评委的评审标准，在此刻形成了有趣的对照。在网络上的各种民选投票中，肖战的支持率常常断层领先，这反映了其作品无与伦比的热度和观众缘。但白玉兰奖的最终归属，取决于数十位专业评委的投票，他们更看重表演的艺术完成度、角色的塑造深度以及作品的整体价值导向。6月26日的颁奖典礼日益临近，所有的猜测、分析与期待都将在那晚揭晓答案。或许真正值得关注的，并不是谁最终获奖，而是这场竞争所揭示的问题。当影视行业走到新的阶段，我们究竟更需要怎样的演员与作品？答案或许将在未来的每一次评选中逐渐显现。